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喜欢的木雕像或者是磁石像是不能乱拜的。如果我们真的很喜欢，把它买回家了以后，若没有经过一定的处理流程，就拿香去拜的话，也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哦。今天我们要聊聊的就是这个故事，这个也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虽然不是我亲身经验，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钱总天地台。不能拜的观音。有一年，我妈妈去拜访我舅舅，在刚下车的时候，就看到了舅舅的孙女，也就是我表哥的女儿，我的表侄女。但发现她的样子有点怪，那舅舅跟我妈说她生病了。我妈仔细的端详一下，发现她的眼睛眼白是红色的，包括了眼眶的周围也都是红色的感觉，反正就非常非常奇怪的感觉。那一问之下呢，才知道是长了针眼，而且常常复发，常常要看眼科，然后需要定期的去做针眼的治疗。舅舅还说，这个孙女还有一个症状，就是会突然心跳加快。那一般人心跳大概是70多下吧，但小女孩会突然跳到100多下，因此医生判定她为癫痫，也就是羊癫疯的症状。小女生因此还吃了很久很久的药。小女生每次发病的时候，也都是在晚上的时间比较多，所以常常半夜去挂急诊。那妈妈当下就觉得，这个小女孩跟一般人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因为她感觉就是她是很怪的，然后眼睛像这个样子。小女孩的身上有带一个医院的诊疗器，如果呢她的心跳过快的时候呢，学校呢就会通知她家人，请她接回家。然后我妈妈就问说，这个病多久了？舅舅回答说，大概有4年了。我妈当下在想，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她外公意外过世导致的干扰？一问之下才得知呢，他外公是2年前就过世了，所以这个病呢是比他外公过世还要更久的时间。那我妈后来就问了我姨妈，家族里面呢有没有人得过癫痫的病史？那姨妈就说呢，家族的人没有得过这样的病史。一般来说呢，癫痫这种病大都会有家族史的。但是若没有的话，其实是不太容易得到的。那由于妈妈觉得怪怪的，但还是想要帮助我的表侄女，因此呢，就问我舅舅，他愿不愿意让我爸爸的朋友去他们家看一看。那一开始呢，舅舅是非常不愿意的，但我妈就举了表姐亲身发生的事，让舅舅去问了一下表姐。那表姐的故事呢，若有机会以后我们再来说。后来呢，舅舅可能认为给别人来看一下，自己也没有什么损失。然后呢，这是自己的亲人，其实比较重要的，所以呢，这才同意了我妈妈的提议。就这样，我妈妈就把状况跟我爸爸的朋友讲了，希望他能够帮忙去看看这样子。爸爸的朋友就答应了。后来有一天呢，爸爸就约了朋友的一对夫妻，然后加上我爸妈，总共4个人，就开车从台北南下去找舅舅了。那这里还有一个插曲，我爸说下交流道以后呢，爸爸的朋友就感应到了一些状况。我爸呢，居然快到舅舅家的附近的时候，居然迷路了。我爸说他对记录是很行的，对如何到舅舅家的路应该是很容易就能够找到的，但却在那边绕了好几圈，然后问了好几个人，这样才顺利到了我舅舅家。我爸就说他觉得好像有一股力量不太想让他们到的感觉一样。舅舅的家是一间3层楼的透天楼房，后来才知道1楼是客厅，2楼是房间，3楼是用来供奉祖先牌位的佛堂。那
打了招呼以后，我爸爸的朋友就自己走上去看了，然后我爸妈还在跟舅舅寒暄。我爸爸的朋友呢，很快就看完了以后，走下来跟他们说，请他们到3楼来处理。然后呢，就在3楼处理了一下。至于怎么处理的细节，我后面会讲。所以他们一群人呢，就上了3楼，在祖先牌位那边处理，念了几本经书以后才结束。结束后到了1楼以后，我爸爸的朋友才说，有问题的是祖先牌位旁边的那一尊白瓷观音菩萨像。后来才知道，这尊白瓷菩萨像是舅舅花了蛮多钱从一个佛教徒开的佛具店买回来的。买的时候呢，是请佛具行来安装的，但佛家的开光的仪式好像是用圣柱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我不太懂。但在道家的传统里面，如果是要买祭拜用的这种神像，是要开光的。我也不太懂神像如何开光，好像呢是用请分灵的方式来录像，因为我自己没有买过神像，所以真的不太懂。舅舅呢，因为这个佛像很好看，所以呢就买来以后放在祖先旁，觉得很有庄严感，但却不知道佛像若要拿来拜是需要开光的，就放在祖先牌位，这样顺道一起拜了，这才出现了问题。爸爸的朋友其实也是位修行者。其实呢，我爸妈跟我爸爸的朋友夫妻，他们都是修行者，但只有爸爸的朋友比较有下功夫在这块上面，所以他能够感受到其他人比较无法感受到的感觉的东西。爸爸的朋友在楼下的时候并没有说什么，只说已经处理好了，但在回程的路上就跟我妈说，那尊白瓷观音像里面有进了不是正能量的东西。刚刚虽然有把它驱离了，但是那个白瓷观音像呢，希望我舅舅去把它处理掉。于是呢，我妈妈就跟我舅舅讲了这件事。舅舅呢就跟买了佛具的佛具行说要送还给他们，但佛具行的人说他们不能收，送给他们，他们也不要。舅舅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但祖先他要祭拜，所以呢他又拿香去拜了，然后呢就打电话问我妈妈现在该怎么办。爸妈住在这里的里长知道这件事情以后说，可以拿到这里的土地公庙，他找人来处理。就这样，舅舅就好言好语的跟白瓷观音像说，要将它移去可以供奉他的地方。然后呢，就有表哥送到了爸妈家这的土地公庙。送来的时候呢，连里长都觉得这尊白瓷观音像非常的漂亮，应该是花了不少钱买的。据我妈说，后来没有多久，就来一个也是供奉神明的人，他看到以后就直接开口要了那尊观音像。后来跋杯观音像也同意了，就送给那个人拿回去供奉。那现在就来说说我的表侄女吧。在白瓷观音像被请走了以后，她整个人就变得正常了，没有之前的红眼睁眼的症状，也没有了癫痫的症状。那现在呢，很健康，长得也很高。每年的过年过节呢，都会特地到我爸妈家来拜年，能看到她健健康康的长大，也许是我们大家都很开心的事吧。因为同样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另外一个认识的人的家庭上，但最后因为处理方式不对，最后造成了家人眼睛失明的结果，真是令人感慨。我想做这支影片就是要告诉大家，如果要在家供奉神明，千万别因为觉得这个神明好看就买来祭拜，最好还是要走传统的开光的流程。如果真的要拿香拜的话，千万别拜没有处理过的物品，这样容易出问题。如果出了问题，也不要随便处理，可以去询问庙方啊，或是其他的人，要好好的妥善处理好，才会没有问题。那这支影片就先到这里哦。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可以订阅我们，帮我按个赞。那么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